让我看看我的孩子。让我看看我的孩子。珍妃诞育妖孽，有违天和，国仅幽禁冷宫。他抢我的孩子，他不听礼貌，他是我的孩子啊！不要，我的孩子，不要啊！不要！我母亲蒙冤20年，当年狸猫之事定是有着蓄意谋之，请皇上明鉴，放我母亲出来！不能去！你残忍暴力，为了掩盖皇室丑闻，会杀死自己的亲女儿。你去了就是死路一条。这是何物？你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又嫁给了当朝太傅之子，几乎是人生赢家，何必为了认亲搭上性命？我会死。微微，不要去！皇帝求子多年，才得了长公主这一个子嗣，他不会为了一个乡野村妇重提当年珍妃产下狸猫的丑事。若你出事了，我该如何？夫君，你站住！娘娘，娘娘，母亲，快跑！这屠夫要取你性命，害他冷宫监禁20年，他早就恨你入骨了。不可能，她是我的母亲。快拔剑阻止他，否则死的会是你呀！拔剑，快啊！快拔剑呀！娘娘，娘娘是要保护你啊！我的女儿，娘娘，娘娘。沈知微假冒公主，杀害嫔妃，臣为民除害，大义灭亲，大义灭亲。为什么？我这是已经死了。医生哥哥，多谢医生哥哥隐忍多年助我。天下神机妙算，您所说的弹幕果真让沈知微方寸大乱。殿下才是蒙元之女女中死为心转世。母后当年能用狸猫谋得后位，今日本宫自然也能替母亲除掉隐患，让我稳坐这长公主之位。方才所谓的天命指引，是你们虚构而成。原来当年的狸猫惨案，也是皇后所为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杀了你们！皇帝残忍暴力，为了掩盖皇室丑闻，会杀死自己的亲女儿。你去了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这是重生了。终国一日，我定要洗刷母亲冤屈，
若非属于我的长公主之位，我乃太傅谢家主母。尔等再不开门，休怪我一纸诉状告上去。你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又嫁给了当朝太傅之子，几乎是人生赢家，何必为了认亲搭上性命？微微，这个蠢女人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微微，你别闹了，快跟我回家。不，我要面圣见我母亲。你不要命了？去了就是死！想想你的丈夫，你的前途，何苦害死自己啊？沈之卫，微微，我难受，想喝你做的粥。谢玉生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上你的当吗？既然身子不适，夫君便在此歇息，我独自前往。胡闹！你是我的妻子，更是我们谢家的主母，你如此行事，把我和父亲的脸往哪搁？谢雨生，当年若不是有人用狸猫换了珍妃的孩子，如今我才是长公主，我母亲也不会被关到冷宫。你不陪我也罢，但不要挡我的路。快走！士兵来抓你了，被抓住就是死路一条。蠢女人，你夫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不听劝会后悔的。我若听信了你的，才是真的后悔。微微别去，他们是来杀你的。好啊，我看谁敢杀我。你是沈之薇？我是。臣等冒犯，皇上在珍妃娘娘那。夫人，请走这边。微微，你就这么贪慕权势吗？为了一个不确定的亲缘，你要赌上自己的一生吗？我若是长公主，夫君的仕途也会更加顺遂。可夫君不但不为我高兴，反而百般阻拦。莫不是夫君早就知道了这一切？怎么可能？我自然是为你高兴，我只是不想你牺牲自己成全我。多好的夫君，再不回头，不仅会害了自己，还会害了整个谢家。你怎么这么自私？这种女人活该被砍头。夫君放心，我死不了。我就算死，也会拉着谢雨生一起死。微微，等等我！这宫中的脸线倒是不少。好啊，来一个我收拾一个。毁了我和我母亲一生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放我出去！我要去见我的女儿！你凭什么剥夺我见她的资格？令朕，这冷宫是你想出就能出的？那你要为了一个不知来路的人连命都不要了吗？皇上，外面来了位夫人，自称是珍妃娘娘的亲生女儿。她来了，我的女儿来了。这些年冒领认亲的人还少吗？不过是一群弄虚作假、妄图攀龙附凤的贱民。令朕，你那人生的是狸猫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我只知道，那是臣妾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绝不是什么狸猫。就算只有1/1000的可能，臣妾也要见。好，传进来！朕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冒充朕的女儿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殿外之人觐见。
臣妇微臣叩见皇上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像，太像了。这珍妃为了见你，惊动了圣驾，险些拆了这冷宫的门。我要丢我的孩子，放我出去！娘娘，娘娘，原来上辈子你为了见我，付出了这么多。母亲，这一世我定不会让悲剧重演。快走啊！珍妃娘家手握兵权，当年的狸猫不过是皇家的把戏，为的就是除掉你啊！珍妃能活到今天，全靠她爹镇国将军的头衔。若你认亲，你们全家都得死。都起来吧。沈知微，你自称是珍妃的女儿，你有何证据？臣妇，皇上，你看看他这张脸，和臣妾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哼，世间相似之人何其多，不过是晚晚泪倾。臣妾有物证。微微，你的手臂上是不是有一个金色的胎记？让我看看我的孩子。胎记？我身上并没有什么胎记啊。怎么会没有？臣妾当年虽然中了迷药，但他是臣妾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即便是模糊的看了一眼，但是那一抹金色，臣妾终身难忘啊！我看你是迷了心智。皇上，臣妾的孩子绝不可能是狸猫，臣妾只想认回自己的孩子，没有基于任何权势。这完全是云渊真人的预言被歹人动了心思，害了臣妾的孩子。真人，朕承天命多年，却至今未有子嗣。太医院屡次诊脉，皆言镇龙体无药。不知真人可否为朕推算这子嗣缘分何时能到啊？皇上，洪福齐天，贺喜皇上！真龙血脉，不日便会降临后宫啊！好，朕的江山终于后继有人了。皇上，此子乃是紫微星转世，身负大气运呀！此子降临，定能造福天下，是我大宁国国运之基。皇上若是悉心栽培，定能助我朝迈向盛世之巅。好，即刻传召六宫，凡先诞下皇嗣者，不问出处，即刻立后。所出子嗣，不论男女，都将成为我大宁的储君呐！储君有望啊！是啊，先生，储君只能是我的孩子，这皇后之位也只能是我。你这是在责怪朕！臣妾并无此意。求皇上明鉴，当年珍妃和皇后同日临盆，皇后诞下公主，珍妃却生了一只狸猫。如此巧合，如此对比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蹊跷吗？皇上，这20年来，臣妾日盼夜盼，祈求苍天怜悯，都是为了能跟女儿今日团聚。微微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
她的确和令真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连眉眼间的愁绪都这般相似。难道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？糟了，皇上好像要动摇。皇上，不好了，长公主殿下遇刺了！什么？皇上驾到！珍妃，你当年诞下妖孽，皇上念及旧情，免你死罪，你却引狼入室，让歹人谋害储君，你是何居心？父皇，那人掐着儿臣的脖子，说要让儿臣给公主让位，儿臣好怕。求皇上明鉴，臣妇此次入宫，只为认亲，绝无争夺权势之意。他们二人所言，分明就是在构陷我与珍妃娘娘。你没有，不代表令真没有。本宫看着冷宫根本就关不住他。当年产婆与太医院联名剧奏的折子还在宗人府压着，你就满世界的找野种充数。我看你就是眼红本宫登上后位，故意拿儿女做法子。皇上，这后位本宫就是让了又如何？但清离乃是紫微星转世，关乎着大宁的国运，他如何能有事啊？胡说！当年分明就是你买通产婆，用狸猫换走了我。若是我还在，现在的紫薇之星，说不定还轮不上他。本宫出生时便天放异彩，白鹤绕梁3日，青天剑早有玉蝶备案。你如此诋毁，难道是想说父皇当年也被蒙蔽了吗？更何况，你如果是紫微星转世，为何会流落民间10几年？你这般气运，也想沾染我大宁运势？皇上明鉴，微微确实是您的女儿啊！够了！快别做紫微星的白日梦了，保住小命不好吗？珍妃和皇后闹起来，惹恼了皇上，最后死的炮灰只会是你。现在求饶说自己是假的，还来得及。前世种种，确实让我不敢妄称天命，但重活一世，为了守护母亲，这紫微星我偏要争上一争。空口白牙，不如用事实说话。臣妇有一计，可自证清白。说来听听。臣妇斗胆，请皇上启用太庙供奉的天命石，以验血脉真伪。天命石乃镇国神器，贸然请用是要诛九族的。快住手啊！上次请用天命石的人，坟头草都3丈高了。皇上，臣妇素来听闻，天命石可辨皇家血脉。既然他们对臣妇的身份存疑，臣妇甘愿一试。又开始操控着弹幕阻拦我了。若清离，你们越是害怕，我越要赢。放肆！天命石乃镇国神器，岂有你这般轻贱？你再胡闹下去，我也保不了你。我本就是皇室血脉，坦坦荡荡，只求验明正身，谈何轻贱？恳请皇上定夺。父皇，天命石可是国之重器，身份不明还咄咄逼人，分明是不拿我皇家威严放在眼里。好一个验明正身！清离重伤至此，而你还在纠结什么血脉？是不是非要我女儿的命，你们才肯罢休？求皇上明鉴，青离公主遇刺之事太过蹊跷。臣妇刚进宫，青离公主就遇刺，与其说是臣妇蓄意谋害，倒不如说是幕后之人心中有鬼，害怕当年龌龊之事被人发现，阻止臣妇进宫，认祖归宗。放肆！竟敢反过来反咬本宫！皇上，青离重伤的案子还未查清，他们就敢借题发挥啊！皇后娘娘何必如此慌张？若真与皇后娘娘无关，验明正身，正是还您一个清白。你，沈知微，你可知晓，天命石乃太祖所铸，300年内只使用过7次。若非真龙血脉，验血必遭反噬，轻则
经脉尽断，重则魂飞魄散。臣妇问心无愧，但求一验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你这胆大包天的样子，倒是有几分像朕年轻时候的模样。李德顺，龙家在，执朕的九龙令，去太庙行三跪九叩大礼，将天命石请到大殿。遵旨。天命石到！父皇竟为他请出天命石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如愿。父皇，这认亲已经不是头一次了，为何偏偏给他用如此贵重的东西？若是玷污了天命石，只怕会惹怒先祖啊！是啊，皇上，天命石一向供奉在太庙，能得一见已是莫大荣幸。她一个出身不明的草根女子，如何能配啊？正因为身份不明，才需一验真假。皇后娘娘和殿下是在质疑皇上的决定吗？放肆！区区贱民如何配得上国之重器？依本宫看，就应该严刑拷打，看看是谁给你的胆子冒充皇室血脉。皇后娘娘慎言，臣妇不是犯人。皇上既已请出天命石，何不一验真假？坑口白牙的说辞毫无意义。你，皇上且慢，魏夫人相识多年，从未听闻她有寻亲之念啊。今日做出这番荒唐举动，定是受人蛊惑，恳请陛下明察，阻止她做出这欺君大罪啊！臣恳请皇上明察，阻止她做出这欺君大罪啊！谢玉生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好啊，你果然是假冒。皇上，你都听见了，他明明是受令珍的蛊惑，故意设局欺瞒圣听啊！皇上，微微确实就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何须欺瞒？倒是你作为丈夫，不为妻子证明清白，反而倒打一耙，你是何居心？我这是在救她，反倒是娘娘为了一己私欲利用微微。你若各位有真凭实证，可以尽管羞辱我，但若无实证，今日所言，我沈知微一概不认。你一个乡野女子，连你自家夫君都不愿意为你作保。若你不是皇室血脉，玷污了天命石，谁又能负责？用你这条贱命吗？本宫负责。若微微并非龙脉，令妃愿意以命相抵，任凭处置。好，同样，若是沈知微并非皇室血脉，即便她遭到反噬，本宫也要将她的尸体千刀万剐，以身祭石。那如果验明我血脉无异，今日诸位所言皆为污蔑。皇上，臣妇恳请彻查当年珍妃娘娘生产一案，还娘娘一个清白，让恶人血债血偿。朕允了，一切真相就让这天命石亲自定夺。不过，你若敢骗朕，冒充皇室，顶撞储君的新仇旧账，朕会跟你一起算。你真不要命了！天命石说一不二，你定会遭到反噬，魂飞魄散。现在跪下来求饶还来得及，长公主一定会放过你的。会放过我？可笑至极！我的命由我自己决定。
来人，护驾！天命石竟然碎了！这个贱妇的血竟然毁了天命石，她绝对不可能是皇室血脉的父皇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可能不是皇室血脉？珍妃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摧毁神器，损伤龙体，你就该以死谢罪。微微，我规劝多次，你却冥顽不灵，如今连我也救不了你。沈之薇，就凭你这个蠢货，也敢跟我斗，找死！皇上，这天命石有问题，这天命石被人动了手脚。本宫再三阻拦，你却冥顽不灵，如今竟还敢将原因怪在国之重器上，我看你就是贪图权势，妄想一步登天。蛊惑冷宫妃子，顶撞皇室，刺杀储君，朕看你这一桩桩就是精心策划的。沈之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朕都敢戏弄！来人，给朕砍了他的头！不要！娘娘是要保护你啊！我的女儿，父亲，皇上亲口所说，若非龙脉之身，必遭反噬，轻则经脉尽断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可微微完好无损地站在这儿，这其中必有缘故，万不可妄下定论啊！皇上，令朕愿赌服输啊！天命石碎裂至此，你难不成还想抵赖？父皇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他都毁了我们的神器，就该千刀万剐，以死谢罪。求皇上明鉴，臣妇确实为皇室血脉，请皇上明察。本宫看你就是与珍妃暗中勾结，借着皇上仁慈行鱼目混珠之事。珍妃，20年的冷宫生涯还没治好你的一掌，别忘了你刚才是怎么替这个贱民担保的。来人，把珍妃给朕拖出去，永远囚禁在冷宫，永世不得再出。至于你，朕要替他当场在这砍了你个贱民的头。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微微确实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不要啊！皇上，微微，母亲，微微，不要，不要！本宫求求你们了，我愿赌服输，要杀就杀我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。母亲，沈之薇，我才应该是主角，是这天命之女。你这个挡路的绊脚石，就乖乖去死吧！还不快给朕把他们分开！放手，放手吧！求你了，放手吧！不要！为什么这一世我还是害你？说我死在这里，那这重来一世又有何用？该死的，因为是他洛清离。于大顺，洛清离，就算你用尽手段，我也还是我母亲的女儿，堂堂正正的皇室血脉，谁也无法动摇。金龙显世，二怎么显灵了？
胎记，就是我儿身上的金色胎记。皇上，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啊，皇上。就是这个胎记，臣妾没有说谎。这个胎记，臣妾记了20年。微微就是臣妾的女儿。原来这就是那胎记。珍妃，你莫不是发癔症了？这宫中上下都知道你生的是狸猫，何来胎记？皇后娘，今日老祖宗天上显灵，亲自承认微微就是真龙血脉，莫非老祖宗的圣意你都敢质疑？你，皇上，当年若不是有人用狸猫换走了我的微微，大宁第一公主乃是我儿微微。殿下说诞生当日仙鹤绕梁，可曾算过是我儿先出？这仙鹤究竟是为谁而绕？胡说八道！珍妃，你休要妖言惑众！父皇，儿臣自小便知身负重任，不敢有丝毫倦怠。自开蒙后，更是处处为父皇分担。难道要因为珍妃的一句话，便要否定儿臣这20多年的一切吗？是啊，皇上，这20年来，大宁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您教导有方，让青离成为了真正的国运之子。更何况天命是1岁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谁知道那些金龙和凤凰是不是他们用障眼法弄出来的幻象，欺瞒圣听，祸乱朝纲？够了，都给他住口！看看你们现在的模样，身为后宫高位，如同市井泼妇般在此厮闹，成何体统？皇家的颜面都被你们给丢尽了。沈知微，如此阵仗，如此神迹，你也觉得你是那预言中的福泽天下、承载国运的紫微星转世吗？快告诉皇上，这一切都是皇后他们搞的鬼，认下紫微星，夺回属于你的一切。现在就是扳倒洛青离最佳时机，机不可失，快说呀！沈知微，只要你按照弹幕说的承认，以皇上猜忌的性格，必然会厌恶你的人亲。到时候就可以将我御赐之事栽赃在你身上。父皇，儿臣在外漂泊多年，能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已经是苍天垂怜。母亲方才所言，许是骨肉相连，母亲实在不忍看儿臣受苦。依儿臣所见，紫微星是谁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无论是青离公主还是儿臣，都能在未来在父皇的膝下尽孝，为我大宁效力，心怀天下，心念苍生。是谁又何妨？好，说得好，你这性子倒是像朕。你们两个连个孩子都不如。皇上教训的是臣妾思女心切，一时失了分寸。是臣妾失言。天命石虽毁，但真龙现身，朕亲眼所见，你就是朕的亲骨肉。方才都是误会，儿臣明白父皇的心。李德顺，奴才在。10日后的祭天大典，由微微亲自主持，朕要借这个机会昭告天下，亲封微微为真正的长公主。昭告天下，亲封微微为真正的长公主。谢皇上恩典。这么多年，委屈你了。今日起，恢复你妃位的一切遗志，搬回宁华宫居住。皇后，是。珍妃久居冷宫，宫中事务生疏，你身为6宫之主，务必从旁协助，切记细心照料。臣妾遵旨。李德顺，奴才在。摆驾回宫。遵旨。皇后，珍妃
随朕来。商议册封长公主及祭天事宜。起驾！微微，母后放心，儿臣随后便回宫陪你。哼，沈之微，别以为父皇封你个长公主，你便能一步登天。我与父皇20多年的父女情分，朝夕相处，岂是你这半路杀出来的野丫头能比的？殿下现在气血足了，额头上这胭脂都花了。再等等，你是不是要露馅儿了？你贱人，你敢伤本宫！谢雨生，你夫人干的好事，你来承担。带本宫回去上药。谢雨生，你别忘了，你是谁的夫君？微微，我自然是你的夫君，但殿下是君，臣需听从君命。我们走。这是天命使反噬，这血是洛青离的，难道她才是那个假公主？怪不得他们百般阻拦我认亲，原来是怕洛青离假公主的身份被拆穿。哼，如今长公主身份虽定，但紫微星之事还未明了，洛青离为了自保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微微，尝尝这个。这么多年，我每日都在想，何时能像今日一样，亲手给你布菜。母亲，这些年，女儿漂泊在外，幸得一位先生收留，虽无富贵，但也读了些许诗书，落了个才女的名声，所以母亲，您不曾亏欠我什么，甚至还借民意之力，促成我们相认。在这冷宫不算什么，女儿，是娘亲看了这深宫毒计，让你和我失散这么多年。母亲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护您周全。傻孩子，不过挨了几棍，根本不疼。快吃饭，别饿着啊！娘，你也吃。不能喝，这汤里有毒。别喝，快阻止珍妃娘娘！你们才相认，可不能出事啊！别喝！让娘看看你的手有没有溅到。没事，但明夜出现了，难道谢玉生就在附近？有毒，菜里有毒！你们好大的胆！本宫待你们不薄，说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娘娘明鉴，奴婢是冤枉的。怎么可能？这弹幕竟然会帮我！谢雨生和洛青离绝对不会这么好心。第三个宫女，那个低着头发抖的，就是她下的毒。毒药就放在她衣服内侧的暗袋里，只要扯破衣服就能看见。殿下，真的有！你是凶手！你怎么敢？来人，将这被主的奴婢给本宫拿下！不好，他要撇死一搏了，快逃啊！还要一命换一命，快离开他面前！都去死吧！微微，
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你吓死娘了！查，该朕彻查！这后宫竟敢有人在朕眼皮子底下行凶！微微，幸好你没事，这般凶险，定是老祖宗在天有灵，护佑你平安啊！谢雨生，原来你想把弹幕和老祖宗挂钩，让我信任。洛青离到底许了你什么，让你如此不择手段？这人就是当年给珍妃接生的产婆之女。当年负责接生的产婆因为珍妃生了狸猫被处死，她这是为母报仇。皇上，你看，这是醉奴王杏儿，他娘20年前因珍妃娘娘生产一事被活活打死。弹幕果然开始说真话了，先以毒杀逼我恐惧，再用善意指引取信，看来是之前的无视，让两人改变了策略。只可惜这些手段，我上辈子早已领教。当年的冤案牵扯不少人，不必查了，就此结案吧。遵旨。不能结案，这肯定是假公主的手段。快揭发假公主！你们若是死了，最大的得利者就是她们母女了。父皇，不可结案，此事定有蹊跷。微微，这不过是个叶庭罪奴为母报仇，积怨已久罢了，能有什么蹊跷啊？皇上，以微臣来看，当务之急该让太医为公主和珍妃娘娘诊脉才是。沈之微，看来你已经相信了弹幕的真假，正好借此机会让皇上看看你是如何借题发挥，扰乱后宫的。夫君多虑了，我和母妃尚未进食，只是受些惊吓罢了。只是今日一事，倒让我想起了青离公主遇刺那日。那日青离公主遇刺，如今儿臣又惨遭毒杀，这手法如出一辙。偌大的皇宫里，待人竟来去自如，必定是有人里应外合。儿臣请父皇彻查此事，尤其是儿臣与青离公主身边之人，须得家世清白，还得父皇亲自过目才是。稳！李德顺，即刻调换两宫所有侍从，彻查6宫，凡有异者，通通杖毙。遵旨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谢雨生，我和洛清离的斗争不过刚刚开始，母妃这宫里只怕都是各宫的眼线，正好借此机会除掉。可惜了洛清离的那些心腹。怎会如此？多谢夫君关心，不过如今后宫彻查，夫君还是莫要再去青离公主那儿了。夫人误会了，青离公主殿下那边只是借了微臣几本古籍，绝无私交。谢雨生，你和洛清离想操控我也不会让你们好受。好你个沈之微，本宫精心调教多年的心腹跟眼线，全被他一句话给毁了。殿下莫急，虽然沈之微用了巧计没让皇上怀疑，但是依我所见，看他的样子，已经对弹幕这个神技深信不疑。这么说，你的计划有效？没错，他越是聪明，越是谨慎，就越容易被眼前的弹幕所干扰、所影响。哼，说的没错，不管弹幕的对错，对于沈之微来说，都像是薛定谔的猫，在他去做之前，没有人能告诉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薛定谔，此人是谁？一个无关我们计划的人。谢玉生再富有才华也不过如此，
何况那个落后朝代的公主，怎么可能比得过我这种受过21世纪教育的高知分子？那么多年的宫斗剧可不是白看的。殿下，此番连我都差点被陛下起疑，我们是否该暂避锋芒？避！哼，这天底下还没人能让本宫退让。有弹幕这个系统在，沈知微休想成功拿走长公主的称号。把这些信送到兵部、吏部、青天剑那几个老东西的府上。明日祭天大典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好戏就该上演。20年，冷宫里无数个日夜，娘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过了今日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长公主了。娘，这些年在冷宫，让您受苦了，是微微来晚了。傻孩子，当年我若不入冷宫，皇后岂会容我活到今日？只有在冷宫的时候，才能暂避风头，让你祖父暗中派人去寻你的踪迹。好在那产婆临阵心软，留你一命，咱们俩才会有今日相聚之时。娘，你放心，此后有我护你。今日这场祭天的鸿门宴，你我必定是赢家。皇上，祭天即祭祖啊，万万不可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公主亲自祭天。皇上，血脉不正，如何祭天？只怕会引来天威啊！一派胡言！朕亲眼所见，天龙显现，如何不是朕的血脉？陛下，这天命石碎裂，乃是千古未有的凶兆啊！依臣所见，这青离公主的真龙气运，就是被此等妖女给窃取了，分明是要吸尽我大宁的国运，回我江山社稷呀！请皇上三思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好一个掠夺气运！这大宁的国运，何时成了尔等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的筹码？好一个掠夺气运！这大宁的国运，何时成了尔等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的筹码？皇上，臣等一片赤心，绝无结党营私之意。皇上，历代非皇脉者，祭天必遭天谴。若是五雷轰顶，不但毁了祭天仪式，还会影响大宁整年的国运啊！陛下，臣等皆为肺腑之言呐，所言之语全然为了大宁国运呐。群臣谏言，究竟是真有问题，还是说为权而争？诸位大人慎言，姐姐经历艰辛才回归宗庙，岂能因猜忌而妄下定论？真龙显形和凤凰胎记，哪样不是上苍明证？今日祭天，正应同心祈福。若此事真有蹊跷，列祖列宗在上，定会降下诏示。还是心里明白事理。殿下所言极是，臣等愚钝，差点误了大事。都起来吧。本宫相信姐姐血脉纯正，必能让祭天大典顺顺利利。殿下放心，真假自有天证。皇上，臣
斗胆谏言，不若让青离公主与长公主一同祭天，青离公主乃紫微星转世，坐镇祭天，可保大宁国运。若真发生不妥，亦能及时补救，一举两得。小谢大人所言极是啊，此乃一举两得之计。有青离公主坐镇，何惧天威啊？小谢大人果然是年轻气盛呀，对自家夫人护得紧，竟能想到如此妙招，臣等佩服不已呀！诸位大人莫要嘲笑在下啊！看似是担心我出事，实则是为了满足你和洛青离的大计。既然你们费尽心思设局害我，那我便顺势而为，揭露洛青离假公主的身份。父皇，儿臣第一次主持祭天，难免生疏，若能得到皇妹相助，必定能事半功倍。准了。李德顺，奴才在。将诏书拿来。青离，今日祭天，不容出错。是，父皇。沈之薇，你的头饰都是用玄铁打造，专门做出最尖锐的形状。我还在地下埋下千枚青铜钉引雷，就算你有紫薇护体又如何？在科学面前，你必死无疑。到时候，在众臣百名面前，谁还敢承认你这贱民的血统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女沈氏之威，系出天家，自幼离散。不好，天罚真的出现了！快离开原地，站到祭坛东南角，否则必死无疑！快去东南角！天象异变，这是大凶之兆啊！皇上，天怒示警，必是因他血脉不正，玷污了祭坛啊！皇上，他哪有什么皇室血脉正统啊？分明是妖孽作祟，狸猫化形！皇上，微微可是您亲生的，这也是您亲眼所见。这天下一定是有人在作祟，要陷害微微啊！贱人，现在还敢妖言惑众？难道这幕后操纵之人连天象都能操纵不成？青离公主也在台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动了什么手脚。臣妾要去保护微微。还想跑？我要你在这台上，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你女儿肮脏的血脉是怎么受到天罚的！快跑！东南角，现在，马上！你才把真妃认亲，难道就要阴阳相隔吗？快跑啊！生死面前，你敢不选沈之薇？此前的甜头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沈之薇，你赌不起。不可能！苍天只会惩罚血脉不纯正之人。我沈之薇乃父皇亲生女儿，神龙见证，天雷不可能劈本宫。继续宣读。今验明正身，金凤为凭，确为皇室血脉。
着即赐姓骆氏，晋封长公主。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天法，这是天法！姐姐，没想到你根本不是皇室血脉，你欺骗了我们所有人！圣旨自然，此乃上天警告啊！万万不可封为长公主啊！老祖宗的牌位都动怒倒了，请皇上立即处死妖女，以平天怒啊！一切为了国事为重，切莫为了子女影响我大宁国运呐！错了，全都错了！微微怎么可能是妖女？那都是有人在作祟呀，皇上！人在作祟？那你好好给朕解释这天怒！朕在位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景象。父皇，儿臣隐隐感知天意，只要沈知微承认他乃野种，欺骗皇室，磕百头跪求上苍，还有列祖列宗的原谅，我大宁才有一丝生还的机会。如若不然，哪怕儿臣是紫微星转世，也保不住啊！臣不依，臣不依，绝不轻饶此女！臣等不依，绝不轻饶此女！贱人，看你带了个什么野种来害我们！你也给我跪下，一起磕头，以平天怒！用你的额头血来安抚祖先灵魂！微微就是你的血脉，皇上明鉴啊！沈知微，你跪不跪？看看珍妃娘娘的样子，难道要因为你一个人害了我们所有人吗？微微，你我知根知底，相恋多年，你如何能是皇室血脉啊？你快点认错求饶吧！再这样下去，命都要没有了呀！妖女，还不跪下！快跪下认错！跪下认错！跪下认错！真是好一出大戏！天雷尚未落下，你们又怎知这天雷劈的不是他洛青离的肮脏血脉？阴派胡言！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！青离公主好心护你，你却冥顽不灵，甚至栽赃于她。殿下乃紫微星转世，更有真龙血脉护体，试问苍天，谁敢劈她呀？皇上，皇上！朕最后问你一次，她是谁的女儿？皇上，臣妾以性命担保，她就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为何不相信臣妾？天威显现，你还敢天真？皇上，为何只质疑微微？为何这天雷不能劈到他洛青离身上？一个死不悔改！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天雷劈的是谁？沈知微，本宫好心帮你渡过难关，你却如此诋毁本宫。你步步为营，何谈好心？自本宫认亲开始，你便步步紧逼。你篡改天命时，给本宫下毒，甚至为了销毁狸猫之事，逼死产婆之女。你步步为营，但你一定想不到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沈知微，问心无愧。这头，本宫不可。沈知微，从你相信旦暮站在我的青铜钉上之时，你就必死无疑。好，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那就让老祖宗降下天罚，严惩你这个假冒公主的妖孽。好啊，本宫倒要看看，这雷敢不敢劈本宫。
天雷怎么会劈到青离公主？皇后娘娘何必如此惊慌？这老天劈的自然是血脉肮脏之人，怎么轮到你女儿身上就受不得了？是你们动了手脚。青离血脉纯正，怎会有异？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。皇后娘娘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难不成这作祟之人连天象都能操控吗？这话不也是您刚刚讲过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雷怎么会劈青离？他身上那个神奇的东西，果然可以救他。沈之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害得我为了自保，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系统能量。我做了什么？难道不是老天有眼，知道劈你这个弄虚作假的储君？你放肆！休要污蔑本宫！污蔑！天雷煌煌，万民见证，这雷劈的就是你洛青离，假冒皇室的肮脏血脉也该是你。一派胡言！青离公主身份高贵，怎会有意？怎么，本宫被天雷劈就是野种，他洛青离就可以独善其身吗？我和殿下布局周全，这雷怎么会劈到青离头上？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？我的系统只能引雷，不能锁定目标。我做了那么多，是为了雷会劈到你的头上，为什么到头来劈的是我自己啊？这不可能！沈之薇，这雷应该劈的是你。洛青离，害人终害己。你刚被调来这里，夜里可要谨慎点，别惹恼了殿下。姑姑放心，奴婢懂得分寸。把这些埋在地下，任谁也发现不了。你被皇上换掉的那批宫女，自然有我安插进去的眼线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那些引雷钉都被我安插在了你的脚下。不仅如此，那些玄铁也全都戴在了你的头上。你怎么敢？殿下！皇上，殿下虽遭雷劈，却毫发无损，这不正是紫微星转世的表现吗？定是为了护沈之薇才遭此劫。对呀，殿下和此女一同祭天，不也是为了定国运吗？皇上，殿下被妖孽所牵连，牺牲小我，成全国运呐！是啊，皇上，青离可是你亲眼看着出生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这些都是被沈之薇连累的。好啊，那本宫就让你们看清楚，我沈之薇到底顺不顺天命。皇天在上，后土为鉴，我沈之薇乃圣上嫡血，天家正统，10年漂泊，不改其志，金凤为凭，天雷作剑，尔等谁敢质疑？这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啊！天上所献呐！此前风云皆为考验，长公主历经天劫，实乃真正的继承人呐！臣等附议，
长公主之名，实至名归啊！林家这群蛰伏多年的老狗，今日倒是会挑事和狂吠，定是这个贱人暗中联络。好，如此景色，我大宁今年必定顺风顺水。不愧是朕亲封的长公主啊！洛清离，就你这点手段，也敢跟本宫斗？你这个贱人！洛清离，此番祥瑞还要多谢你的神迹。今日可是青天剑算好的烈阳高照，一旦你被雷劈，必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活命。那被你用那件神奇东西强行扭转的天气，自然会回归晴朗。皇天在上，祝我肃清奸孽，重归正位。长公主千岁千岁千岁！沈知微祖父在边疆戍守，令家朝中势力实不存三，眼下正是去除他们的最好时机。此次为了保命，付出了太多代价，必须得拿点现代的手段获取信任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此次天雷都没能让皇上废了洛清离储君的身份，可见这些年他为了稳固自身地位，做了不少事情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看来唯有寻来当年的云渊真人，才能真正打破僵局，还原真相。陛下，800里加急军报，北境连破3城，南疆蛮族亦趁机作乱。眼下正值酷暑，运往前线的军粮已经没坏近半，边关的将士无施保护，只能杀马充饥。将士饿着肚子如何打仗？即刻开仓放粮。皇上，去年虫灾后，各地粮仓本就空虚，实在是捉襟见肘啊！这你们何种废物！父皇，他怎么来了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清楚。父皇息怒，儿臣有解危之策。父皇息怒，儿臣有解危之策。殿下旧伤未愈，便强撑上朝，莫不是因天雷之事心虚，急于表功？若真是紫微星转世，怎会遭天谴？此次南北战乱，没准儿就是因他惹恼了上苍而起。荒谬！青离公主心系社稷，多年以来从未懈怠，尔等不思感恩，反倒恶意揣测是何居心。哼！小谢大人莫要忘了，你娶的是长公主，可不是这个青离公主。微臣只不过是就事论事，公私分明。朝臣皆是见风使舵，偏你谢玉生如此痴情。今日你与洛清离又打算演哪出戏？诸位大人心存疑虑，本宫理解。如今朝野上下都在猜测，本宫和长公主谁才是真正的紫微星。那不如以战局为证，看这国之气运到底在谁的身上。此计可行。青离，此话何意啊？父皇，如今南北战事吃紧，不如由本宫和长公主各领南北一边，看谁先解决边关危机，扭转大宁国势。届时胜负既定，这紫微星自然也就尘埃落定了。父皇，不可！事关边关战士的安危，岂能儿戏般作为赌注？
姐姐这是害怕自幼在民间长大，不如亲离博学吗？无妨，我们比的是紫微星的天命之意，谋略不过是最浅显的一环罢了。老臣倒觉得此计甚妙，两位殿下各展所长，正是磨砺的好机会。紫微星本就该福泽天下，此战可验明正身，也可缓解边关的燃眉之急。皇上，青离公主身份遭疑，无论真相如何，都已动摇国本。不如就用这场战事来打破所有谣言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紫微星转世。陆青离，为了自证清白，你连边关战士都不放过。父皇，紫微星固然重要，但事关边关战士的生死，不可儿戏。皇上，当年一事牵扯颇深，目前尚未明了。旧案难查，倒不如看看天意站在谁那边。此番是因为粮食造成的危机，交由你们，虽然冒进，但是自有各位老臣替你们兜底。此事准奏，北境交由长公主，南疆由青离负责。中途放弃，朕不会责罚，但若自不量力，害了百姓，朕绝不轻饶。儿臣领命。正好借着紫微星掩盖我存疑的血脉。沈知微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现代人的手段。这些是何物？这便是本宫支援南疆的制胜法宝——泡面。泡面。这干货确实更有利运输，但是如此干硬，将士们只怕食之无味，不利于军心呢。尝尝。这是？这便是这面饼冲水泡制3分钟而成，便捷、高效、美味。如此神奇，这次我们一定能赢。放心，殿下，这次我一定好好陪在夫人身边，帮助殿下拿到她所有情报。这泡面闻所未闻，竟能久放不坏，水一烫就能食用。这洛青离究竟是从何得到这些奇思妙想啊？这东西倒像是民间的干汤饼，只是此物更加金贵。是啊，贵女们现在喜欢不已，一碗值1000金呢。这是用最精细的小麦粉做的，研磨消耗抵得上10亩良田的收成，更别说晒得这般酥脆，需要连续3日烈阳无雨。母亲放心，他赢不了。哎呀，这不是长公主吗？听闻你那北方境况不佳，姐姐不急着筹备粮食，还有闲心在这儿寻诗作画，难不成已经认输了？皇妹倒是心急，只是这黑布下面看着倒不像是泡面。
这可是本宫的制胜法宝，将来也会成为整个大宁的神器。轰的一声，把敌人炸得灰飞烟灭。如此手段，殿下就这么告诉本宫了？蠢货！你的消息自有谢玉生汇报给我，而我的东西，你就算知道了也学不来。一个连火药都不认识的土包子，也配跟我争紫微星？本宫赢也要赢得坦坦荡荡。姐姐若是能学会，大可拿去。如此，便多谢殿下。哼，土包子，我们走。如若他所说是真的，北境干燥，或许此物还能逞威，但南疆潮湿，恐怕不如他所愿啊。谢玉生走了。微微，谢玉生这人要娘看摇摆不定，并非良缘。我知道，只不过他现在还有用。母亲，让祖父的人想办法在城外拦住从南疆送来的信鸽，送些胜利的假消息过去。他谢玉生不是最爱偷我们的情报吗？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惊喜。殿下，沈知微那边似乎只是送了些信去北京，并未看到他调集京城粮草的行为。她这才女的名头，也不过如此。南疆那边呢？我们的火药已经送往南疆，这些火药威力惊人，但似乎不太稳定，伤了不少工匠。这些东西送往战场真的没问题吗？火药不过就是硝石那几种东西，虽然不记得配方，但是那群工匠能引爆就是没问题。你在质疑本宫？此物必将改写大宁战史，我们只会赢，不会输。是臣多虑了。还有，送往战场的泡面，此物是否可以降低成本啊？目前咱们的投入还是赶不上南疆的消耗，银两已经所剩无几了。钱不够就去征税，老百姓难道要白被我们保护？特殊时期特殊对待，父皇既然放权给我们，本宫要的绝不能短缺。臣这就安排下去。哼，最新的密信到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逼退敌军，胜利在望，太好了！不愧是殿下，殿下果然厉害，殿下才是名正言顺的紫微星。剩下的密信你自己过目便可。过几日是父皇的寿辰，本宫要专心举办庆功宴，把它作为贺礼献给父皇，让沈知微彻底出局。来，众爱卿，来。诸爱卿，请。青离公主殿下所创泡面，我家夫人日日都要尝上一碗。这般神仙吃食，若非紫微星转世，如何能想得到啊？哼，边疆士兵与我同时，哼，还怕有打不赢的仗吗？果然，紫微星诱我大宁，当初老臣还怀疑过殿下，真是惭愧不已呀。各位大人过奖了，此事还未有定论。
更何况姐姐付出的努力也不比本宫差。长公主自幼长在乡野，没受过皇家的教育，这见识和手段自然远远不如。日后珍妃你可要多花些心思呀。皇后娘娘多虑了，我们家微微也付出了不少，只是不爱四处张扬罢了。笑话，本宫看她自知不足，恐怕早就放弃了吧。面对青离公主的如此神迹，长公主如何能有斗志啊？这战报还没有传到，皇后娘娘就和大臣们议罪论功了，这倒是让臣妾想起了祭天当日大臣们言之凿凿、降眉之说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还能有误？倒是长公主消极怠工，没见拿出什么有用的方案。诸位，北京战况如何？你的方案似乎未呈给朕看。回父皇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儿臣的方案稳扎稳打，和过往的先辈并无不同。按计划，长公主怕是连战报都看不懂吧？乡野长大，哪懂什么军政大事？还是早点认输，交给青离公主处理吧。是啊，姐姐，如果真的如大家所说，本宫定会助你的。珍妃，只要微微低个头，我们青离自然会帮她的。诸位大人口下留情，我家娘子久居民间，不通政务也是情有可原。既然看不懂政务，就该早早的认输，拿边疆士兵的生命当做儿戏，算什么本事啊？诸位，朕说过，可以认输，但绝不能把生命当儿戏。你就是这么做的吗？回父皇，儿臣从未当作儿戏，儿臣所做皆利国利民，父皇且看结果便是。不过，诸位大臣如此义愤填膺，怎么也不见为边境的战士们做些什么，不如多捐些款，多做些善事。好一个伶牙俐嘴！别管急报，别管急报，我军惨败，粮草断绝，前线的将士们饿着肚子，在前线拼杀，遍地伤兵，无药可医。敌军渐进，如狼似虎，城池连受3座啊！混账！朕军队，朕的城池，竟败得如此之惨，简直奇耻大辱！长公主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按计划推进，不通兵事，不识边情，竟敢妄动国之干戈，酿成弥天大祸！长公主你难逃其咎。纸上谈兵，害死3军，装懂酿成大错，又如何向天下百姓交代？姐姐，你糊涂！本宫多次说要助你，就是生怕牺牲北疆战士的性命。可你嫌本宫久居宫中，不知疾苦，拒本宫于千里之外，如此惨状，难道便是你要看到的吗？本宫哪怕背负骂名，被千人万人所怀疑，也不该将北疆交到你的手上。你何时说过要助本宫？拿士兵的命做赌注的是你，这战争本就不该被当作儿戏。既然你早知，为何不求助于朝臣？为何不问朕？朕给你们放权是信任，你就是这么做的吗？皇上，闭嘴！看看你养的女儿，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父皇，儿臣的计划稳中求胜，绝无可能败。
一个绝无可能败人，这就是你说的稳中求胜吧？朕可是稳中求败，冥顽不灵，简直是无可救药。姐姐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这紫微星不可能是你，你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只会害了我们所有人。夫人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就莫要再闹下去，赶紧承认错误吧。你们一个个口口声声说边关急报，可又曾有人说过，这败报到底是来自南疆还是北境？这莫须有的罪名，就一定要扣在本宫的头上吗？放肆！青离自幼长在皇上膝下，你流落在外，如何能比？像你这样乡野长大的公主，根本难堪大人，更何况什么紫微星？你也配和青离公主相比？公主殿下这些年为大宁做出无数贡献，心系百姓，绝无可能做出如此败绩。那就问问他，这败绩到底是谁？夫人，你就莫要胡搅蛮缠了。青离公主运筹帷幄，又有神迹相助，这如何能败啊？谢大人口中所说的神迹，可是泡面与火药。青离公主的神迹果然名震四方，就连北境的将士也都听闻了她的战绩啊！长公主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呢？放屁！老子是从南京来的，全军覆没的就是南京，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青离公主，就是因为她胡乱指挥，拿我当她儿戏。什么狗屁神迹！将士们誓死守的边关，全因你而败！现在谁还敢说这败仗是本宫之过？不可能，泡面美味又便携，火药威力无穷，这都是众人亲眼所见，本宫不可能说。定是你这贱奴，我报军情！放肆！他是我们大宁保家卫国的男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辱骂他？公主殿下，你久居深宫，不知疾苦。你的那些东西再好，但它不适用于我南疆战士，又能如何？怎么可能不适用？众人分明对殿下赞不绝口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南疆战士们久饥之躯，骤然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必定会腹泻不止。过往粗粮淡粥突然变得油腻，反倒会使身体更加虚弱。第二，此物需由精面制作，成本高，耗时久，供不应求，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士兵们的需求。又因长公主大肆宣扬，满城皆知，路中必定会有人劫道，导致更为短缺。那火药呢？就算饮食疏忽，那火药的威力总不能作假吧？至于火药，你只知其威力大，但你可曾有想过，南方阴雨，10香火药，9香受潮，剩下的全因配方残缺，制造粗劣，甚至在自己的营地里就炸了。青离公主，这就是你说的必胜之法吗？长公主殿下所言句句属实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南疆战士才死伤惨重。荒谬！怎么可能因为区区食物不慎，火药受潮就影响整个大局？你们就是欺上瞒下，拿本宫当借口！将士们腹泻虚脱，连刀都拿不稳，而那些炸膛的火药，第一个炸伤的便是我们这些拼杀在一线的战士。我等从未虚报，可公主殿下你呢？整整27封急报，你可曾回过一个字？胡言乱语！殿下收到的分明都是捷报。你们何曾向本宫求救？本宫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。你们收到假捷报后，便一心想着邀功，谢玉生更是急着左右逢源。还有谁在意那些南疆战士？把信呈上来给朕看看。
父皇，此事有蹊跷，儿臣收到的都是前线传来的喜讯，并未有求救之信啊。南疆大营火药自爆，伤亡过半，末将冒死求援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红字都是将士们的血书。公主殿下，你明明看过，你为何不回不救呢？不是这些，不是这些。粮尽3日，将士吃树皮充饥，火药尽失，敌方夺2营。末将跪求青离公主派援兵，派粮草，派军医。捷报后，我便没再顾及那些密信，都是那个时候。这不可能，我收到的明明都是连战连捷。父皇，你要相信儿臣，儿臣真的不知道。证据确凿，你亲自拿出，让朕如何信言？这些都是假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一定是有人伪造。这上面是南疆将军的印章。怎么，公主还要亲自检验笔记吗？是你故意陷害本宫！我不过是将你未看的信件摆在你准备的贺礼中罢了。你知道南疆的一切，你故意偷换本宫的密信，是你在害本宫！长公主说的头头是道，莫非是她故意偷走了真正的密信？殿下这倒打一耙的能力，还真是不如从前。本宫之所以知晓这一切，是因为你行事从不讲原则。本宫为了胜利，不光调查了北境，还把南疆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毕竟知己知彼，方可百战百胜。况且，儿臣有意多次警告皇妹，战事并非儿戏。可是皇妹嫌弃儿臣是乡野之女，也配不上提点她这储君，还冤枉儿臣嫌弃她久居深宫，不懂民间疾苦。可如今儿臣看来，此话倒是没错。你胡说！本宫什么时候……姐姐，你糊涂！本宫多次说要助你，就是生怕牺牲北疆战士的性命，可你却嫌本宫久居宫中不知疾苦，却拒本宫于千里之外，如此惨状，难道便是你要看到的吗？朕悉心栽培你20年，就养出你这般刚愎自用的孽障！父皇息怒，用皇妹的话来说，如此不过是毫无国运眷顾罢了。长公主此言，想自封紫微星不成？纵然青离公主有错，难道长公主就毫无责任吗？青离公主施展多方神技，皆不能扭转战局，难不成长公主的毫无作为就能打赢胜仗了吗？回父皇，北京战况并非众人猜测的那般糟糕。儿臣已收到密信，我军战士步步稳扎，步步为营，早已扭转局势。荒谬！北境战事比南疆还要吃紧，你怎么可能扭转局势？我看你是伪造军情，诓骗众人吧！珍妃妹妹，你这女儿可真会编故事啊！这连青离都难以胜任，她却还敢稳扎稳打，莫不是在梦里打的胜仗吧？微微纵观全局，自有谋划。
谋划。长公主能言会道，想必也不过是靠着才女的身份，把书本上的东西搬给微臣们听罢了。但是这真正的战场没那么容易。不过纸上谈兵，谁还不会呢？这战报如此漂亮，就算是朕亲自出马，也不可能解决到这般，只怕是……皇上，夫人平日的才女身份不过是吟诗作画，哪里会什么军事谋略？当务之急，应当立刻派兵前去支援，并非在此听从无稽之谈呐。南疆已失，北境不能再出事。来人，报！北境大捷，我军大破敌方主力，斩首3万。说得好，你们这一群老臣，还不如微微一个人透彻。是臣愚钝。那土豆分明是我从海外引进的，没想到最后竟然便宜了这个贱人。这种方法我竟然没有想到。臣有疑问，北境已然失去3座城池，纵然此物可以让将士们填饱肚子，也不可能这么快扭转战局。夫人，你到底使用了什么办法？夫君这就问到点上了。的确，吃饱只是基础，但若辅以调虎离山之计呢？先派一队士兵佯装进攻，主力绕到后方，烧毁他们的存粮。正是如此，因为长公主献计，敌军正在尝到我军先前的滋味，几乎饿得连刀都举不动，我军几乎不战而胜。长公主才略过人，军中将领都称赞不已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朕的孩子，你们此战辛苦了，赏，重重有赏，带他们下去，好好休息。是。这般谋略，她一个乡野之女怎么会懂？姐姐不急着筹备粮食，还有闲心在这儿寻诗作画，难不成你已经认输了？该死，那日他拿的是战士舆图，根本不是画作，他在故意藏拙。姐姐既然有如此谋略，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遮遮掩掩？是啊，夫人既有如此谋略，为何不在青离公主陷入困境时指点一番？再不济告于陛下，也能救南疆无数生命啊！长公主为争一时胜负，只顾北境，不顾南疆，害死了多少将士的性命？若早将战术先于青离公主，南疆也不会落入如此情况。南疆战败是因为青离公主，与微微何干？若今日微微输了，你们也会这样说青离公主吗？珍妃，青离虽一时疏忽，但却把泡面火药分享给众人，不曾藏私。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为营赌渠，连边疆战士的性命都能算计。沈知微，朕需要解释。方才诸位大人言之凿凿，说本宫伪造军情时，可曾给过本宫辩解的机会？本宫自知出身乡野，处处谨小慎微，生怕得罪诸位大人。况且北境、南疆战况迥异，本宫虽对青离公主的策略心存疑虑，但见满朝文武交口称赞，本宫又岂敢妄加智慧？但儿臣也并非全然不顾，儿臣心存忧虑，因此提前写好信，800里加急送去了祖父的军中。祖父离南疆不远，想必是和送信的士兵打了个时间差。如今境况定然大不相同。殿下，信鸽到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父皇，祖父来信，南疆已被祖父平定，天佑我大宁。父皇放心，祖父支援及时，我南疆战士定能凯旋而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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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果然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这天命所归的紫微星，果然该是你呀！
父皇怎可如此草率定论？他不过是靠着祖父拿到这一切，儿臣不认。这些年不都是儿臣陪在您身边？难道这些年大宁的长寿都是假的吗？难不成朕没了你，这大宁还能不算了吗？父皇，儿臣不是这个意思。皇妹，赌局是你设的，规则是你定的，如今你输了，却不认了。你这样的人，如何配得上我大宁的储君？你放肆！陛下明鉴，卿里并无冒犯之意，只是自从沈知微认亲回宫，天命10岁，祭天降雷，边疆动荡，这桩桩件件哪样不是与他有关？你又想栽赃我儿？难道本宫说错了吗？20年前你生下的分明就是妖孽，如何能够变成人？他分明就是狸猫化形，变成妖孽，要夺走我大宁储君的气运。陛下万万不能被蛊惑呀！一派胡言！微微当年被狸猫换走，最得力的人就是你，如今竟拿此事来陷害微微。微微是先出生，紫微星自然就是他，简直荒谬！没有证据你就敢来构陷本宫？皇上，珍妃是要逼死臣妾，她分明是被戳中了真相，恼羞成怒了。不愧是皇后娘娘，为了阻止本宫成为紫微星，真是什么荒谬的话都能说出来。既然娘娘想要一个证据，那本宫就给你一个证据。姐姐开什么玩笑？20年前的事情早就水落石出了，还有什么证据可查的？怎么可能？证据分明都被我销毁了。只要人还活着，有什么查不出来的？娘娘当年花了那么多银子收买人偷偷换走我的时候，可有想过会有真相揭露的一天吗？一派胡言！本宫行事光明磊落，何惧查验？当年知情的人早已成为地下亡魂，连他们的子嗣一个都没留，最后一个产婆的女儿也死在杀你的现场，想炸我，做梦！好啊，那娘娘就请看看，这是谁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死了。本宫和母妃早就听闻，此人因刺杀长公主，早就被处死了。为什么如今还能活着？本宫担心有人暗中指使，便派人去乱葬岗搜寻他的尸身。没想到那日他中箭偏离了一箭，并未真死，尚且还留有一口气。本宫便救了他。娘娘，你猜他说了什么？他的事本宫怎么会知道？休想再当动手！他说，20年前是你指使产婆将本宫换成了狸猫。宝儿，这簪子你一定要拿好，你要命如草芥，不得不做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。等娘死了，你拿着这簪子躲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娘，不要娘！记住娘的话。娘！皇上明鉴，是皇后害死我娘，这就是当年她给我娘的金簪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恐吓奴婢去杀害珍妃娘娘。一派胡言！定是沈知微给你重金，让你来构陷本宫。父皇，这都是沈知微的阴谋。他从认亲开始，就为了构陷儿臣，步步谋划。这金簪是朕送你的第一个物件，你跟朕说丢了，朕还补赏于你。原来你拿它去害朕的亲子啊！不是真的，皇上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是他们要冤枉臣妾啊！一定是这个贱婢，他偷了臣妾的金簪来构陷臣妾啊！皇上，说是被偷，当年你为何不去找？是兴许你不敢去找。一派胡言！
当年本宫也有自己的孩子，为何要动你的孩子呀？皇上，当年珍妃与臣妾几乎是同日生产，臣妾又如何知谁才是真正的紫微星啊？臣妾为何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去偷他的孩子呀？是啊，父皇，沈知微如此咄咄逼人，定是精心谋划，想要构陷母妃。是，你是不知道谁是紫微星，但你知道，当年后宫最受宠的是珍妃，一旦你们同时怀孕，她比你更有可能夺得后位。皇上，臣妾只想赢得宠爱，并无抢攻之意啊！臣妾知道这一切本于顺应天意呀。顺应天意？要是顺应天意的话，你根本就生不出这个孩子。当年我母妃率先怀孕，你为了争夺后位，追赶她的怀孕进度，甚至不惜与人私通，催生生产。她洛清你根本就不可能是紫微星，因为她就是个野种。一派胡言，这一切都是污蔑，污蔑！父皇明鉴，儿臣是您亲眼看着出生的，这些年都说儿臣的眉眼和你年轻时候很像，儿臣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血脉？李德顺，奴才在，这些事可曾查到？皇上恕罪，奴才无能，奴才无能。贱人，你敢污蔑本宫！赵庄皇，你可知这么多年我们母女分离的痛？如今在这里装出这副无辜的嘴脸，本宫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本宫为何要承认？定是你与这个贱人联合前污蔑本宫！父皇，李德顺都没有查到的事情，就说明这些都是编造的谎言。沈知微，你为了谋储君之位，竟编出了最毒的谎言。夫人，构陷国母，诬陷储君，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！长公主无凭无据，那就是诬陷。且灵还需系灵人，既然诸位不信，那我们就一起请出当年的关键人物，一辨真假。真人，许久不见，皇上可否要算上一卦？算，真人，当年你告诉朕子嗣将至，如今朕有了2个女儿，也是你当初算出来的吗？陛下，你命中只有1女。当年贫道所言，紫微星将士自始至终都只有1人。你是个毒妇，你在背叛朕！皇上，不是我，是珍妃，她的孩子才是野种啊！父皇，沈知微才是祸乱宫闱的妖孽，她才是假的。真人，请您告诉他们，谁才是假？娘娘，殿下，还有那因果之人，还望尽早回头，莫要执迷不悟。因果之人，那奸夫也在这大殿之上。贱人，贱人是谁？那奸夫究竟是谁？父皇不要，母妃不可能背叛您的。臣妾没有，定是他们买通了圆圆真人，无缘无故来冤枉臣妾啊！贫道从不说谎。真人，这奸夫究竟是谁？你胡说八道！皇上，皇上，奴才是阉人啊！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！皇上，一派胡言！她是个太监，怎么可能生孩子？皇上，他们在欺骗你啊！皇上，是啊，父皇，他是个太监，他怎么可能跟母妃苟且，简直荒唐至极！夫人，太监如何能生孩子？那真人
便有编个像样的谎话吧？是啊，太监确实不能生子，但假太监就不一定。我说，你说话呀！来人，给朕扒了他的裤子！使不得呀，皇上，使不得呀，皇上使不得呀，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不要！皇上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骗朕，怪不得朕让你去查，你什么都查不到，你就是在故意隐瞒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是个假太监？一定是他们暗中勾结陷害母妃的。够了！朕最疼爱的女儿失假，权威最高的枕边人背叛了朕，还争敌！朕最信任你，连你也戏耍朕，你们都该死！20年前，珍妃有孕，你眼里只有她，夜夜留宿，根本不给我和其他妃子任何机会。我是和她私通，我只是想给你生个孩子罢了。是你偏爱珍妃，毁了我的所有希望。我若不争，你眼里怎么会有我？来人，给朕把这贱人拖走，还有他就朕去朝，抢走微微这么多年的疼爱，你们都该死！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皇上！走！就算我是个假公主又如何？火药土豆还有改良农具，那也不是我给你带来的。父皇，这20多年的父女情分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没有你，朕本来也能做到。朕的女儿只有微微。你要我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们这些愚蠢的古代人，我用的是手段。你说的是弹幕之术，你怎么知道？怪不得我斗不过你，原来你从始至终都看穿了我。那是何物？此女天外来客，身具邪术，心术不正，非善也。父皇，洛青离和谢玉生屡次利用这名为弹幕的妖术，多次陷害儿臣。他很多神奇的东西都是从那里来。儿臣恳请父皇将谢玉生一并处置。儿臣要休夫。陛下明鉴，臣是被迫的，是青离公主救了臣，并不是为她效力的。救命之恩，谢玉生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当年你落水，是我不顾严寒跳下去救的你，我们也是因此结的缘，而你也只是利用青离公主攀附权势。谢玉生，你只是个伪君子罢了。原来如此，本宫还在想，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能相信，这么的听话？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本宫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醒了以后，是他救了我，我也是被骗了呀。连你也敢猜本宫？你分明就是贪图权势，妄图一步登天。谢玉生，你和洛青离一起，利用弹幕谋害我，在祭天大典上设计我，借他偷取我的情报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我都会跟你慢慢算清楚。还有你，我也会算清楚。沈之薇，我不是这个朝代的人，你伤害不了我。系统，带我回家。天外邪祟，也敢猖狂！
我不要！不许跑！真人，是你救了我。洛清离，这一世是你输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我是谢大人。我就能回家了。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我还能重来。娘娘，你的女儿早就死了。洛清离不过是借着躯壳降落在大年的天外来客罢了。你这一辈子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。女儿，娘来陪你。皇上，奴才当年一时鬼迷心窍，但这20年，除了此事，奴才从没有过欺瞒，更没有过背叛。若有来世，奴才一定好好做人。谢玉生谋害皇嗣，罪无可赦，罗辑满门抄斩，株连9族。全是巫神，是我错了。母妃，这一世我终于救了你，也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份。微微，是朕糊涂害了你，你和你母亲这么多年受苦吧。以后你就是我大宁的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